常跟大家讲哈，我最近才刚刚看完一个日剧的一个连续的一个日剧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家政妇女王山田。最近把这11集看完，那其中里面有一部分是让我觉得蛮感触的哈，而且也可以来呼应刚才那个同学的那个部分，就是其实我们内在在过去我们常常提到有很多我们的黑暗面我们是没有去真的面对跟释放的哈。那里面的男主角他的太太是这个往生之后，那一个男人要跟4个孩子一起生活。那刚开始看这个日剧的时候，觉得这个男人真没担当真懦弱因为在他的小女儿跟爸爸说：“爸爸，我很爱你，那你爱我们吗？”这个爸爸竟然跟他说：“我不知道，而且我不确定。”好，然后这个爸爸甚至觉得他不确定他是不是要和4个孩子继续生活下去，他也不确定他能不能担当一个有责任的先生。好，那因为他提到之前跟他太太结婚希望他太太怀孕了然后太太威胁他，如果你不跟我结婚，我就去自杀。那结了婚之后，那后来就陆续再生了3个孩子，所以总共4个孩子。那他也成了一个我们所谓的上班族。因着那个同学讲的黑暗面，刚开始觉得家政妇女王山田里面的那个男主角，觉得他很懦弱，包含当他让他的孩子知道是因为他有外遇，所以想跟太太离婚，太太才投河自尽的时候，那孩子不能原谅他。那后来爸爸有一段时间是住在外面的商务旅馆，那4个孩子住在家里。那当岳父知道这件事情，气炸了，那又知道这个爸爸其实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继续爱孩子，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担当4个孩子的爸爸的角色的时候，这个岳父很生气，拿着认养的这个书拿给叫他的女婿签名，请你放弃孩子的监护权，而让孩子让我认养。好，那这个爸爸懦弱到什么程度？他双手发抖，把那个认养书丢在地上，转身逃走，转身跑掉。那岳父要追他的时候还跌倒，手扭到，因为他不敢面对，他要拒绝还是要接受？好，各位，好人性哦，好人性哦。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的内心，其实我们都有一个不想负责或不敢负责的自己。好，那在一边跟各位讲的时候，我一边想到我有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自己，就是关于吃饭。好，因为你们一般人吃饭，你们到哪里去吃什么食物，你们想要自己点，对不对？好，各位，我吃饭通常有一个事情，只要是谁跟我去吃饭，好，除非今天我跟我爸妈去吃饭，那不得已我必须要负责任。好，可是我的不想负责任，我享受不想负责任的感觉有一个，当我去吃饭的时候，我会跟我旁边的人说：“你帮我点。”很多人觉得很莫名其妙吃饭都是自己点的我说不要啰嗦，帮我点。我不想负责任，我只想负责吃，我不想负责点。除非那天我特别怎么样，你各位了解意思吗？你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很少人这样，对不对？好，那我跟各位讲，我现在对我自己的剖析是这样子，因为我在生活很多其他层面，我都必须要负责任，于是我让我自己不负责任的自己，在那个时候充分暴露出来，那是我那个不负责任的自己的出口。那由这个出口，我发现原来我内心有一个自己这么强烈的不想负责任说出来真好，各位解脱了，你知道那个意思吗？说出来真好。好，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那边有一点带着一点小小罪恶感的那个想象，就是因为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希望回到家全家死光光？因为我不是讲，我真的有一个个案，他是乳癌，有时候他在跟我做咨商的时候，他就很痛苦的揪着他的心说：“徐师，我很罪恶感。”我说：“你为什么罪恶感？”他说：“徐师，有时候我回到家，我希望全家死光光。”我说：“你这么讨厌你家人，希望全家死光？”我说：“不对，因为其实我不想负责任。可是我怎么说得出口嘛？我妈妈那么爱我，我那么爱我的先生，那么爱我的孩子，我爱他们没有错。可是我怎么会有种想法是回家希望全家死光光？因为死光了，我就可以做我自己，我不要负责任。各位了解吗？啊！今天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解脱。你不要误会哦，徐师，我们在尬拍应该多少？就是你去面对，你让他出来一点点，你就不会全盘都希望全家死光光，你懂我意思吗？我要的是，如果你不让这个1/10的自己出来，你不想负责任，那么你就会因为不断的抗拒、累积压力、扭曲，然后最后全部都毁掉了。我要说的是这个啦，有没有？各位，我要说的是这个啦。好，所以那时候我在想，我父母亲哪一天100年之后，我突然一种，哇，这一辈子圆满结束了，好，再忍一下，再忍一下，不是啊。我马脚露出来了，哦，再忍一下，再忍一下，哦，不是啊。但是各位，你们觉得误会，我没有不爱他们，也没有不想负责。可是你知道意思吗？我现在在讲人性，我很爱他们，我也很想负责任，这都没有错。可是内心依然有那个自己，其实我不想要负责任的自己。好，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去面对那个自己，所以我们会莫名其妙的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莫名其妙发生一小车祸，然后不能上班，而且那阵子其实你是有个工作要负责的。好，那小学生突然发烧了，好，不能到学校去，也许那阵子要体育课，他要负责一个项目，有没有？或是小孩子突然生病了，因为那阵子他要考试，他不能不负责任，他不能承担考试结果出来是什么？好，是你一直身体体弱多病，不能做家事。各位，其实你没有去面对一件事，有一个你其实很不想做家事，可是过去你一直勉强你自己。好，所以当你真的面对那一块，其实我不想负责任的时候，我好想被一个女人养。我是比如说啦，或是其实你在婚姻当中，你好想去跟不是婚姻中的那个人谈个恋爱。各位，可是你怎么说出口？我哪里不负责任？对不对？你看那同学笑那么开心，你不负责任，可是内心真的有一个自己，我不想负责任。好，我要说的是，那些精神疾病的患者，或是我们这些被人家认为负责任负得很好的人，像各位一样，好，有时候你其实是不想上班的，你真的有一个不想负责任的自己。那越看到那一块，你才能够了解你的内心，好，而不是真的有时候赶鸭子上架。你重新面对了你的那个不确定。好，回到刚刚那个比喻，也许对我来讲，我连上了火车去找位置，也许我都懒得做这件事。好，也许要坐多久，什么时候下车，好，我都不想要负责任去看时间，去听广播，几点几分到了。对，原来我有一个不想负责任的自己。好，我要你们也去发现你们的这个自己，那并且大方的去承认，大方的去面对，因为我们常讲，全世界面对自己是最困难的，对不对？面对自己是困难的。那一旦你能面对你自己了，各位，像我刚刚讲，终于说出来了，好棒，好棒。好，所以我们新的一年鼓励大家来面对内心的这个自己，好不好？来，我们休息5分钟，继续回到我们未知的实相。好，所以刚才也是帮助大家面对未知的自己，然后那未知的自己变已知的，就好面对了。